周二凌晨，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菲律宾联邦党候选人、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之子小马克思赢得了该国2022年总统选举，而他的竞选搭档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达沃市市长莎拉·杜特尔特也以超过半数的得票率战胜对手，赢得副总统竞选。该选举结果有待菲律宾选举委员会最终确认。一位是出身菲律宾政治世家的前总统之子，一位是现任总统之女。这一对从政经验丰富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将把未来菲律宾发展引向何方？来看报道。菲律宾周一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和议员等逐一产生。其中，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得票最高者即获胜。截至周二凌晨4点，对96%选票的统计结果显示，小马科斯获得超过3000万张选票，得票率超过50%，领先主要竞争对手现任副总统莱尼·罗布雷多，赢得总统选举。I want to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小马科斯现年64岁，出身菲律宾政治世家。他的父亲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于1965年至1986年统治该国长达20年，其母亲伊梅尔达曾担任非国会众议员。1986年，老马科斯政权被推翻，小马科斯跟随家人流亡美国夏威夷。1991年回到菲律宾后，小马科斯在位于吕宋岛的家乡北伊罗戈省先后出任众议员、省长及参议员。2016年，他参与竞选副总统，最终以微弱差距败给对手现任菲律宾副总统罗布雷多。该国顶尖智库菲律宾综合发展研究院研究项目主任蔡德全与小马科斯曾有过几面之缘，他与深圳卫视分享了自己的个人印象。I met him on several social events. He is quiet, and in the room, if you don't know who he is, you probably not notice him. But he is approachable, and when you talk to him, he's kind, humble, soft-spoken. And if you discuss topics of interest, you will find he is quite intelligent across various topics. He is people know him as more lighthearted and easygoing, like a good friend to have. 小马科斯虽然在此次大选中是热门人选，但却屡屡缺席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很少就其政策细节展开阐述，并对媒体提出的有关其家族腐败的质疑闪烁其词。有分析认为，保持模糊就是小马科斯的竞选策略，说得更少，错得更少。在选举结果得到最终确认后，小马科斯将于6月30号正式就任菲律宾总统。分析认为，在非民众期待加快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小马科斯执政后将面临3重挑战：一是在选举中出现的分化和对立延续之际，弥合分歧，团结民心；二是应对疫情，提振经济；三是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菲律宾如何在复杂局势中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国家安全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是对小马科斯政府的考验。我个人认为呢，小马科斯上台之后的对外政策也将会比较平衡，注重呢和中国、美国、日本、东盟等发展全方位的这种比较平衡的经贸关系，避免呢在大国之间选边站，为菲律宾呢争取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对华关系方面，小马科斯在菲国内被普遍认为对华态度友好。早在1974年，小马科斯就曾随父亲访问中国。参政后，他还多次以省议员、省长等身份访华。观察指出，杜特尔特任职的6年内，中菲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和非国内基建计划的对接，让菲律宾人民获益良多。当选总统后，小马科斯有望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马尼拉时报称，避免在南海的军事纠葛，并保持非对抗性的状态，是小马科斯对华政策的基石。今年1月，小马科斯接受采访时曾指出，杜特尔特和中国的接触方式是菲律宾的唯一选择。中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华关系影响着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虽然非中两国有分歧，但双方不得不寻求共识，非中民心一定要相通，两国合作领域越多越好。可以说呢，小马科斯呢对中国既有感情，更有与中国交往的经验，所以呢，我认为他上台之后，应当会进一步的推进中菲关系。而在此次选举中，小马科斯的竞选搭档
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达沃市市长莎拉·杜特尔特也以超过半数的得票率战胜对手，赢得副总统竞选。在菲律宾，由于总统和副总统实行分开选举，经常导致正副总统候选人虽然在办公室共同工作，却经常在政策上发生激烈冲突。外界注意到，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与总统杜特尔特在政见上就存在不少分歧。观察认为，相比之下，小马科斯与莎拉的这对组合，未来将会给菲律宾的政治稳定带来更多积极影响。Bongbong Marcos and Sara both respect each other professionally. They are bo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y are personal friends, and this bodes well for a mor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campaign rallies, their slogan, Uni Team, which is a mix of unity and team, was really felt by the people as they always share the stage. The key to watch here will be how Bongbong Marcos and Sara harmonize their different power bases and support groups to work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菲律宾总统只能担任1届，也就是6年，而莎拉呢，2028年肯定会竞选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小马克思和莎拉会从共同利益的高度来看待两个人的合作，肯定会呢更加的和谐。那么从外部来说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小马克思以及杜特尔特家族联手执政肯定是不满意的，肯定会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压力。